假如你是一个忍者，在执行某次任务时，你发现自己的暗杀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更离谱的是，还有一位白蛇神宣称要在7天后弄死你。你会选择像主角那样在7日之内替父报仇，还是会选择自裁谢罪呢？而这一切的背后，竟然还隐藏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又或者你是一个吊儿郎当的无业游民，因为一次乌龙告白事件被一个鬼娃子认作了夫君，要被带去地狱成亲，你会选择原地结婚，还是会选择像男主那样逃跑呢？欢迎来到怪奇故事会，本期我们要讲的故事来自于龙村镇 DLC 原路怪奇谈中的后2篇。在上期视频中讲述了 DLC 中的前2篇故事，换毛篇是一个聊斋志异般的故事，一回篇则是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故事。而本期接着要讲的白蛇篇以及鬼娘篇又会有着怎样曲折离奇的故事呢？那么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剧情讲解。白蛇篇的故事始于一座破旧祠堂中，主角蓝丸被几只苦无射中，短暂挣扎后他倒了下去。随后3个忍者出现，领头的说不愧是不知火培养出来的弟子，牺牲了6个同伴，把他逼到了下风处，使其吸入麻痹粉，这才有机会放倒他。以防万一，他们准备上前补刀，而就在动手前，蓝丸瞬间消失，用暴雷将这些忍者全数击倒，完成了反杀，同时也将祠堂中的神镜震碎了。在打倒敌人后，蓝丸现身，原来他之前故意假死，是为了将敌人引到狭小空间中一波带走。不过他也确实中了麻痹粉，不一会儿便再次倒了下去。镜头一转，来到伊贺死海中忍者的野炊城中，蓝丸的师傅不知火正在向下人询问情况。下人说，他们本来是与蓝丸一同前往冈部家执行夺宝任务的，可就在任务过程中，不知为何蓝丸突然向队友发起了攻击，宝物也被一并带走了。负责追击的9个人现在全军覆没。他继续向前，碰到了忍者头目油田地太。油田责问不知火弟子叛逃要怎么收拾，不知火说自己会亲自解决。油田则一边摆着架子说逃人要由下人来处理，一边却又让不知火去把宝物夺回来。在油田旁边的是他的老婆西卷，而在忍者城中还有一位异常诡异的无名道人，他弹着琵琶说这音乐会指引叛徒蓝丸踏上黄泉路。说起道人，我想起在上期节目中有观众问为什么日本会有道教，这是因为日本有许多不同的宗教，比如说神道教、佛教、道教、婆罗门教、基督教等。虽说大多数忍者是信密宗的，不过忍者常说的9字真言就出自于道家典籍《抱朴子》中。那么说到底，为什么在忍者城中会直接出现一位道士呢？各位接着往后看就知道了。视角再来到破祠中，有条白蛇唤醒蓝丸，蓝丸醒后大惊，蛇居然说话了。接着白蛇现出了真身，原来这间破祠名为白银之渊，其中供奉的是窝金四引龙元神白蛇。简单来说，白蛇就是土地神中的水神。他这次现身是为了惩罚以杀戮污染祠堂还打破了神境的蓝丸。他向蓝丸发出死亡宣告，生命会在第7夜时停止。眼见此景，蓝丸有些不信。白蛇为了让他相信，便缠绕于蓝丸的脖颈之上，同时也是为了见证7天后蓝丸所受到的惩罚。直到这时，蓝丸才确信刚刚的一切都是真的。不过他并没有因为会在7天后死去而感到恐惧。白蛇呢，以为蓝丸是在质疑他的神罚，可蓝丸却说，如果他真的能活到第7天，到时候任你处置。在下一幕场景中，不知火找到了蓝丸，他们在山林间打了起来。期间，不知火夸赞弟子蓝丸的身手青出于蓝，而蓝丸却反问不知火是不是在14年前掳走了冈部家的孩子。不知火表示，虽然他听过这事，但并不是他干的。随后，他闪到蓝丸身后，问宝物长枪的下落。蓝丸反手一击，被不知火闪开。2人跃至山峰，展开了新一轮的忍术较量。这是白蛇篇的第1场 BOSS 战。上期咱们说过 ，DLC 角色的战斗系统不同于游戏本体中切换妖刀的战斗系统。蓝丸切换的是3件忍具：苦无、锁链和暴雷。苦无嘛，很明显就是远程攻击武器；锁链是近战用范围伤害型武器；暴雷则是极难把握弹道的高火力武器。另外，蓝丸的空中奥义会召唤白蛇，地面的奥义则是武器级。之前有人评价说蓝丸这个角色很难用，不光初始攻击力低，武器也不太好用。确实啊，蓝丸在等级较低的时候比较拉，但是随着等级和技能的提高，角色强度就上来了。在面对大体型敌人时，近身苦无的长按攻击可以将伤害最大化，对空效果呢更是一流，暴雷贴脸输出伤害爆炸。总之，蓝丸这个角色你可以说他不好使，但是也绝对不弱。说回到剧情上来，在战斗胜利后，蓝丸逼不知火说出关于当年冈部家的情报。
不知火表示这件事情应该去问头目油田地太。说完后，他预感自己大限将至，便抱着炸弹自尽了。一旁的蓝丸则陷入了一段回忆，那是在不久前忍者们在冈部家夺取宝物时的回忆。回忆中，冈部家家主冈部行家被蓝丸击倒在地，行家的幼子传五郎握紧武士刀，准备替父报仇。传五郎让杀父仇人报上姓名，蓝丸一记苦无打伤了传五郎，并报上了自己的名号。传五郎听后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忘记这个名字的，说着他便因伤势而昏迷了过去。蓝丸见状准备上前补刀，这时被击倒的行家爬了起来，呵斥蓝丸对手应该是他才对。原来行家听蓝丸报名号时说自己是死海中忍者，为了欠丸，他又强撑着爬了起来。欠丸这个名字让蓝丸总觉得好像在哪听过。行家解释说欠丸是自己的孩子，14年前他被死海中给掳走了。蓝丸忙问这欠丸身上是否有什么胎记？是的，下面的情节大家都已经猜到了。蓝丸手臂上的胎记证实了他就是行家14年前被掳走的孩子欠丸。行家没想到在临死前竟然还能见欠丸最后一面，可惜他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永远的倒了下去。白蛇透过这份回忆知晓了蓝丸的过去，这也就是之前蓝丸在执行任务中突然叛变，以及他向不知火询问14年前事情的原因。尽管白蛇告诉蓝丸自己透过梦境知道了他的过去，可蓝丸却并不承认自己就是欠丸，因为他内心不能接受亲手误杀了父亲的事实。现在蓝丸作为逃人，会遭到全体伊贺成员的追杀，同时他还遭到了弟弟冈部传五郎的追杀。蓝丸嘲笑传五郎连刀都拿不稳，就别妄想复仇了。说完便逃到了别处。与白蛇独处时，蓝丸表示那天自己给弟弟传五郎做急救时，没想到如今会变成了麻烦。白蛇好奇为什么蓝丸不直接表明哥哥的身份，蓝丸却表示杀父仇人是亲哥这种事还是不知道的为好，更何况自己活不了几天，很快就会有大批下人追杀过来，如果能撑到第7天被白蛇的神罚干掉，就已经是血赚了。听到这话，白蛇也表示如果在神罚生效前让蓝丸死掉，会令他很没有面子，所以在此之前他会守护蓝丸。于是接下来他们要前往伊贺的野炊城，打倒死海众头目油田地太，问出当年的真相。在蓝丸向着伊贺忍村进发的间隙，稍微解释一下，龙村镇本传里的鬼柱最初也是伊贺忍者，只不过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忍者组织，鬼柱隶属于骷髅谷，蓝丸则隶属于死海众。回到剧情上，蓝丸一路杀进野炊城，找到了油田地太，他讥讽油田比起当忍者更适合去当个演员。油田出言反击，真不愧是武士之子，这么拼命的为亲人报仇。蓝丸不屑地说自己不是为亲人报仇，只是单纯看你们这些头目不爽。这里蓝丸不愿意别人叫他武士之子，和之前他不愿意白蛇叫他欠丸一样，实际上都是他误杀之心，内心非常自责的表现。因此他迫切地想要杀死幕后主使，为亲人复仇。然而忍者头目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只见油田用妖术召唤出蛤蟆守护。蓝丸见状也放出了白蛇，要与蛇天克蛤蟆，油田大惑失算。忽然油田老婆西远现身，以卷轴召唤了阔鱼，而这阔鱼也正是蛇的克星，如此一来便呈现出阔鱼克蛇，蛇克蛤蟆，蛤蟆克阔鱼的3足鼎立之势。相信看到这里的观众都会联想到火影忍者中3人会战的名场面吧。其实这个名场面是根据一本名叫《耳裂豪杰谈》的小说改编的，关于小说的原型呢，我们放后面再来介绍。现在一时间三方谁都不敢贸然出手，油田认为这个局面是谁先耗尽了精力谁就输了。然而白蛇并不是蓝丸以人法换来的，所以他可以不用为之术法直接发动攻击。在油田吃了2发苦无后，他也发动了传说中以牺牲术者寿命为代价强化守护兽力量的禁术，如此一来平衡被打破了，白蛇也被迫退了下来。接着蓝丸与白蛇将联手对抗油田夫妇。作为白蛇篇的第2场 BOSS 战，蓝丸要同时面对油田和西卷，这2位都不是省油的灯，很是难缠，因此最好先集火打掉西卷，然后再专心对付油田。在战斗胜利后，油田因为过度消耗了寿命，瘫坐在地上恳求蓝丸能够放他一马。他表示死海众真正的头目是无名道人，无名道人曾以此村宗官之名在尾行家当家臣，而油田地太在之前是名叫石川八味门的盗贼，此村向他传授了一项秘术，并设法让他继承了伊贺的上人油田家。蓝丸问，难道14年前掳走我是那家伙的指示？画面一转，来到油田的回忆中，此村正要对尾行家家主下手。
就在他要得手时，家臣冈部行家及时赶到，救下了主公。行家表示，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休想伤害主公。忽然，油田基太出现，掏出茜丸的婴儿服，以茜丸的性命要挟行家走开。行家定睛一看，确认是茜丸的衣服。随后他说，把他的好友卯月的孩子洗住掳走，并迫使卯月自尽的，果然也是此村指使的。此村得意地承认了这一切，并再次以茜丸要挟行家退下。然而，身为武士的行家并没有因爱子的性命受威胁而退让，他大声呼吼，叫来了其他武士，包围了此村和油田。此村眼见局势不妙，立刻指挥油田撤离了此地。随着镜头拉到一角，原来是白蛇发动能力，让蓝丸看到了事情的真相。蓝丸明白自己真正的敌人是改名为无名道人的此村宗官。顺带一提，刚刚说的被掳走的喜柱，其实就是龙村正本传的主角之一鬼柱。这揭示了鬼柱的出生和蓝丸一样，都是从小就被拐到伊贺去当忍者的。接下来就是要找无名道人算总账了。蓝丸知道无名道人八成是躲在大和国由自己建立的某个宗教的隐秘神殿里，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从这城中撤出去，因为海众忍者的包围圈正在逐步缩小。幸好蓝丸在屋顶一角发现了有人故意留下的密道标记，他知道能留下这个标记的只有那个家伙。虽然还不清楚那家伙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此刻没时间多想，只能借由这条密道逃出去。在成功逃离后，白蛇发现了在不远处的转五郎，顺着手指方向看去，转五郎正在生篝火。他来到伊贺是想要找蓝丸报仇的。蓝丸直接现身在转五郎面前，告诉他尾行家的家臣进入死海中的领地，无异于自寻死路。转五郎见到蓝丸，非常紧张的拔刀相向。蓝丸则劝转五郎放弃复仇的念头。没想到转五郎竟大声呵斥蓝丸闭嘴，因为作为武士之子，如果没能将杀父仇人斩下，就不能洗刷父亲的污名，家族也会因此断绝。听到这番话，蓝丸因武士之子和家族存续而感叹。随后，蓝丸又对转五郎说：“你是没可能赢过我的，与其这样，不如去拜拜白鹰之渊的神灵，说不定那样会有一丝希望。”说完，便用烟雾弹撤退了。在蓝丸远离并确认了转五郎没有跟来后，白蛇不解地问：“为什么蓝丸要让转五郎去他的祠堂？”蓝丸说：“如果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我，那家伙八成会去神祠的，这样一来自己就少了个负担。”接着，蓝丸要朝着大和国无名道人的隐秘居所前进了。在他来到大和的龙叶插洞后，发现无名道人正在推演卦象，卦象预示命数为阴阳对冲，回归虚无之势。卦位在巳，预示着蛇是命数的分界点。这时，无名道人才注意到闯入的蓝丸，并看到了缠绕在蓝丸脖子上的白蛇。他认为这就是破局的关键。白蛇闻言现出真身，问无名道人为何能看到他的存在，究竟是何方神圣？无名道人答：无名和此村宗官都并非他的本名，他乃是大明国万历年间神宗皇帝座下的道士宋肃官。他身负命令前来日出国，就是为了暗杀首领，搅乱局势，然后再由大明皇帝趁乱攻占日出国。白蛇听后表示，现在大明早就灭亡了，而神宗皇帝在位的年代则更为久远。换句话说，正常人根本不可能从万历年间活到现在。无名道人一脸阴沉地说，自己有长生不老之术，现在他已经有130岁了。大明虽然亡了，但颠覆日出国的决心却仍未更改。接着，他告诉蓝丸，现在所踏入的洞穴，就连神灵都会无力抵抗。说完，便借雾盾逃走了。这里我来根据真实历史事件简单解释一下上述剧情中明神宗为什么会派人颠覆日出国。公元1572年到1620年，大明神宗皇帝在位，年号万历。公元1592年时，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决心开疆扩土，便出兵14万征伐朝鲜。初期，日军打得非常凶猛，占领了不少朝鲜城市。因此，朝鲜国王向明神宗求救。鉴于唇亡齿寒，明神宗立刻发兵前往朝鲜征讨日军。这场战争断断续续，先后进行了7年，最终以日军撤出朝鲜，明军战胜凯旋告终。因此，游戏中明神宗派座下道士潜入日出国，意图颠覆国家统治，极有可能是基于这段真实历史而虚构的。有了真实历史做背景，我们也就能理解明神宗为什么会派人颠覆日出国了。再说回剧情上来，在无名道人遁走后，蓝丸与白蛇发现洞中弥漫着一股黄泉瘴气，看来无名道人是打开了黄泉与现实的通道，洞穴两侧也被死海堵住了，其中还有油田的骸骨。原来油田因为战败没了利用价值而被处决，成为了无名道人的术法饵料。眼下蓝丸和白蛇被骸骨包围，而洞中的瘴气也使白蛇感到异常难受。就在此刻，蓝丸又发现了与之前一样的密道标记，别无他法，他们只好跟随标记前往了洞窟下层。没想到这下层虽然很宽敞，
但瘴气和血腥味却更加浓烈，这导致白蛇的身体变成了黑色。蓝丸问白蛇发生了什么事，可白蛇却无力作答，反倒是无名道人解释，因为白蛇要保护在黄泉瘴气下的蓝丸，所以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原来这黄泉瘴气普通人无力承受，假如没有白蛇的守护，蓝丸非死即疯，而这股瘴气就连神也无力抵抗。蓝丸听后准备出手杀掉无名道人，可是失去了白蛇的守护，他也被瘴气侵蚀了。就在无名道人得意时，蓝丸念出了之前从油田那里听到的禁术。无名道人当然也知道这个术的作用，大骂蓝丸耍诈。果然蓝丸的术起了作用，白蛇瞬间恢复了神力，周身污秽一扫而空。这下蓝丸也终于有力量和无名道人交手了。无名道人则亮出妙音菩萨谋财天的琵琶，弹奏起无耳防衣魅惑平家幽灵的禁忌死魂曲，这股旋律能招来死者化作巨型骷髅。接下来便是白蛇篇的最终 BOSS 战，蓝丸要找出并攻击藏身在巨骷髅中的无名道人，期间无名道人会不停地召唤死骸对付蓝丸，也会化作死亡之树上的恶之花。蓝丸要从众多花瓣中找出无名道人，这场 BOSS 战非常难打，但好在蓝丸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在无名道人败下阵来后，蓝丸说刚布行家的仇就由茜丸代为报清，随后便制出苦物，终结了无名道人的生命。然而无名在死前引爆了火药机关，将出口给封死了。蓝丸则因为禁术的关系，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少了禁术 buff 的加持，白蛇再次被瘴气所侵蚀，二人又陷入了绝境之中。好在这时不知火突然出现，引领二人逃了出去。在众人逃出去之后，蓝丸说早就猜到那些标记是不知火留下的，也知道不知火在之前自爆时用了微尘转身之术，毕竟这个术就是不知火教蓝丸的，也是游戏开头蓝丸在破刺里用过的那一招。直到这时不知火才将真实身份和盘托出，其实他是伪行家雇佣的忍者，潜伏于死骸阵中是为了探寻死村宗官的行踪。之前死村对他有所怀疑，但幸好通过假死避开了敌人的视线。不知火想邀请蓝丸跟他一起回伪行家，可蓝丸却拒绝了他的好意。在另一边，蓝丸见白蛇又恢复了往日的神姿，便打趣道：现在这样子才像个神嘛。回想从破此的初见到现在正好是第7页，蓝丸收回了当初说不会死在神法下的话。白蛇听完后却皱起了眉头，因为第8天的日出即将升起，这意味着神法即将到来。白蛇故意转移话题，说蓝丸嘴上讲不是武士之子，最后也还是为父报仇了。蓝丸依旧嘴硬表示那不过是随口一说。白蛇告诉蓝丸，经过这7昼夜的相处，已经明白了他的为人，也明白他的真心。如果蓝丸能诚心悔过，神境破碎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也可以留他的性命。然而蓝丸却不同意白蛇撤回神法的打算，这并非是蓝丸不愿悔过，而是他觉得神明的天罚如果没法贯彻，那么天地间的道理也将无法维持。蓝丸拜托白蛇在他死后将自己的首级和藏在祠堂地板下的宝物长枪一并交给转五郎。白蛇明白蓝丸是为了弟弟而选择去死，因为只有这样转五郎才能洗刷家族的耻辱。白蛇知道自己无法改变蓝丸的决心，于是便答应了他的请求。蓝丸看着山那边日出前的天空，感叹世间美景莫过于此，不过就算自己活不到日出也已经满足了。随着象征生的太阳冉冉升起，蓝丸死在了白蛇身边，白蛇的胸口处也多了一抹污秽。对于神明而言，死亡是污秽，但因为蓝丸之死而染上的这片黑色，白蛇不会将其净化，而是一直留在心中。镜头一转，来到白蛇的祠堂中，白蛇唤醒了转五郎，他将蓝丸的首级和被夺的宝物都交给了转五郎，并向他讲述了谋害行家真凶以及事情的真相。转五郎惊讶地说：“原来兄长欠丸就是。”接着白蛇又嘱咐他一定要厚葬蓝丸首级，如果能做到，神灵便会永远保佑冈部家。时间一晃，不知过了多久，在游戏中经常打酱油的配角88和熊五郎来到了白银之渊祠堂的附近。88见有不少人正在拜祭一个名为蓝手的墓碑，他问老人这个墓碑有什么讲究。老人告诉他，这里有一个关于武士之子找到了杀父仇人，斩杀并将首级带回来的故事。可能是因为这个传说的关系据说只要向蓝手许愿，就可以找到丢失已久的东西。而在蓝手附近的还有2个小娃娃，小女娃许愿能够找到丢失的皮球，另一个肩扛斧头的小鬼头也想通过蓝手找回丢失的东西。其实这位呢，就是鬼娘篇的主角罗血鬼。那么他究竟想要找回什么东西呢？这个问题就放到鬼娘篇的时候再为大家揭晓。在众人散去后，蓝丸之灵和白蛇出现了。蓝丸向白蛇抱怨，如果早知道死后还要不得安宁，那他当初就不会选择赴死了，
并且他还不解地问，为什么去白银之渊的路上会有他的坟墓？白蛇解释称，多亏了战五郎请尾行家重修了祠堂，所以参拜者也重新多了起来，顺带着来拜蓝丸墓的人也多了起来。蓝丸一如既往嘴硬地说，像你这种腹黑的神明祈祷真的会有帮助吗？说完便跳下树，打算去帮小女娃找丢失的皮球，而白蛇也跟着蓝丸去帮忙了。在故事的最后呢，据说传五郎因为遵从了白蛇的教诲，冈部家得以长久的繁荣下去。也有传闻说对蓝手许愿非常灵验，是因为蓝丸的魂魄成了守护灵的关系。以上呢便是白蛇篇的第一结局。总的来说，这个结局还算是圆满的。虽然主角蓝丸死了，但他为父亲报了仇，也帮弟弟完成了复兴家族的任务，最后还成了当地的守护灵，和白蛇长久的生活在了一起。如果你觉得这个结局还不算圆满的话，那么白蛇篇的第二结局会让你见识到故事的残酷。按照惯例，在通关后挑战本传 BOSS 并取得了装备转变之岛，再次击败无名道人后，便可进入到第二结局。与第一结局不同，在无名道人落败后，其姿势产生了变化，而蓝丸也没有像第一结局那样用苦无终结其性命，而是采用了近身作战的方式。这里可以看到无名道人拔出了刀，接下来白蛇以为无名终于死了，可蓝丸却说这也是秘术的一部分，然后便将白蛇束缚了起来。原来刚才那一击，无名道人用魂异秘术与蓝丸互换了灵魂，这个秘术是他与弟子龙叶千石一同研究出来的。稍微解释一下，龙叶千石就是本传中龙流剑法的创始人，同时也是郑九郎的师傅。换句话说，现在蓝丸体内的是无名道人宋苏关。原来无名所谓的长生不老之术，便是不断利用魂仪夺取他人的肉体。之前宋苏关夺取了此村的身体，而现在他又夺取了蓝丸的身体。白蛇表示无名高兴得太早了，蓝丸的身体会因神罚活不过今晚，可无名道人早就料到了，所以用白蛇自身的力量束缚了其躯体，因此神罚也就失效了。接下来无名以术法强行控制了白蛇，让他帮助自己颠覆日出国。镜头一转，不知火回到尾行家，他看到这里尸横遍野，尾行家家主和老弱妇孺全都惨死。他知道这是无名道人干的，尽管在洞穴中窥见了夺舍的那一幕后，他知道无名要报复尾行家，便立马赶了回来，可还是来晚了一步。忽然被束缚的白蛇出现在不知火面前，将尾行家遗子以及蛤蟆阔鱼的人法卷轴交给不知火。白蛇告诉不知火，这孩子是击败无名道人的希望，他请不知火把孩子抚养长大，教他人法，等有朝一日消灭无名的恶灵，救出蓝丸。不知火向白蛇保证一定会的。另一头，无名惩罚了白蛇的小动作，他表示很快就能找到尾行家的遗子，将其斩草除根。只是他没想到不知火真的是尾行家的间谍，随后又感叹道，当初如果没有冈部行家，他早就能夺取尾行家主的身体，实现掌控四海的计划了。不过现如今自己也获得了新的身体和大蛇。接下来无名决定以大蛇丸之名征服天下。时间一晃已是10年之后，不知火抚养的孩子尾行周马横行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在大蛇丸的追捕下躲藏了多年，现在是时候离开这隐秘居所了。不知火让周马前往美浓名城藩，去拜一位曾远渡重洋环游世界的剑客为师，而这位剑客呢，就是龙村正本传里第3结局的鬼柱。周马表示一定会雪城归来，将杀父仇人大蛇丸斩下的。而与周马同行的还有家族同被大蛇丸毁灭的松浦家之女冈守姬，以及因没能报杀父之仇而成为浪人的冈部传五郎。这些年来，大蛇丸毁灭了所有反抗他的家族，现在他已经成为了幕府背后的掌权者。同样在这些年里，周马苦练蛤蟆之术，冈守姬则苦练阔鱼之术，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打倒大蛇丸。在出发前，传五郎提醒少主，如果用本名的话，很可能会被大蛇丸发现。周马在思考一番后，决定改名为自来也。在之后的落雨中，跳过了自来也与纲手去找鬼柱拜师学艺、打怪升级等一系列曲折离奇的经历，直接快进到了最终章的开篇处。眼下大蛇丸正陷入苦战，他怒骂自来也和纲手可恶，竟然使用蛤蟆和阔鱼来限制大蛇的活动。自来也报出声明，说杀父之仇还有百姓之苦，今天就要让大蛇丸偿还。纲手姬也在一旁威慑，自己手持的乃是能够斩灭恶灵的无名玉之须。大蛇丸听闻此言，悄悄抽出了返魂黑光太刀，而这一举动也被自来也洞察得一清二楚。自来也高呼知道大蛇丸的小把戏，他手中的乃是明刀平落。看过本传的朋友，相信对这几把刀不会陌生，这也表明自来也与纲手学会了操纵妖刀的龙流剑术。一阵刀光之后，故事戛然而止，留出了很多的想象空间。那么自来也和纲手究竟能否击败大蛇丸，救出蓝丸和白蛇呢？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剧情为什么到这里就忽然停止了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19世纪时的日本小说《尔雷野豪杰谈》，其中讲述了自来也纲手对抗反派大蛇丸的故事。三人分别召唤阔鱼、蛤蟆、大蛇，相互克制的设定，则是作者取自于一本名叫《三重母战》的读本。不过很可惜，这部小说因为作者自杀离世而没了下文，所以白蛇篇故事戛然而止，也是香草社对原作小说的一种致敬。再多说两句，在日本受尔雷野豪杰谈影响的作品有很多，从电影到游戏再到动漫，很多作品中都有借鉴。我们比较熟知的有《天外魔镜》和《火影忍者》，所以大家在看到白蛇篇中三人对战的画面时，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火影忍者》中的名场面。再说回到尔雷野豪杰谈本身，其主角自来也的原型是取自于一位名叫尾形周马宽行的浪人武士，这也是尾形家以此名叫尾形周马红行的原因了，真的是各种致敬。再说回到游戏本身，简单来说呢，白蛇篇是一个为父报仇的故事，蓝丸和转五郎是为父报仇，周马红行也是为父报仇，颇有一种古早武侠片的感觉，而蓝丸和转五郎也有一种诱惑佐助的既视感。另外呢，白蛇篇解释了鬼珠的身世、龙流秘籍的产生，还交代了鬼珠的后续，这也是与龙尊者本体联系最多的篇章。虽然说白蛇篇的2个结局都算不上很圆满，但至少呢都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比一回篇第2结局的纯悲剧还是要好一些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鬼娘篇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话说在东海道的箱根地区，一位名叫青吉的小青年正在与过路女子搭讪求交往，如此直接的方式自然是遭到了拒绝。青吉本来是被家里人送到庙里当和尚的，不过他并不喜欢寺庙的生活，因此逃了出来。这会儿他正在窃喜出来后，终于可以随便泡妞了。一旁路过的道士开口说，真是张糟糕的脸。听道士这么说，青吉自然很不高兴，立马怼了回去。道士却表示他是在说青吉的面相不好，会犯桃花劫，接下来碰到的女人都会成为青吉的灾难之源。而青吉则表示自己就是喜欢女人，那算不得灾难。接着他又闭眼开始吹嘘自己的泡妞功力，再一睁眼时，道士已然消失不见，只留下了地上的桃子。青吉拾起桃子，将其当作是被吐槽的补偿。继续前行，青吉一路上碰到了不少女人，他见一个搭讪一个。不过他的搭讪呢，不是被还一耳光，就是被人吐槽。青吉脸皮厚呢，也根本不在乎这些。再往前走，他还遇见了百吉身体的正九郎，还有一个小鬼娃。鬼娃一脸渴望的表情，让青吉以为是鬼娃盯上了他怀里的桃子。青吉准备不理鬼娃，直接向百吉进行爱的结缘表白。然而青吉自说自话的表白太过投入，以至于让他没看清自己的表白对象。再睁眼时，面前出现的是刚刚的鬼娃。鬼娃一脸娇羞地说自己接受青吉的告白，答应嫁他为妻。青吉发现情况不对，立马起身尴尬地问刚刚那位小姐去哪儿了。鬼娃回答，那个像怪物一样的女孩吃完饭团就走了。听到这番话，青吉反问说别人是怪物，你才是鬼娃子吧？鬼娃却越发娇羞地说，我的真实身份你怎么知道？就这么在意我吗？这里插一句，青吉没见过百吉正九郎拔刀时的模样，也就不知道鬼娃说的像怪物其实是真的。总之，青吉准备把事情跟鬼娃说清楚，可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头大熊给吓得打断了。鬼娃看着大熊丝毫不惧，他让青吉躲到一边，自己来收拾这个足柄山的霸主。下面呢，进入到鬼娘篇的第1场战斗。鬼娘的战斗系统有些类似于换猫篇，平时在行动灵敏的小孩以及更性感是力量更强的大人形态下战斗，会累积第3形态大鬼的变身槽。大鬼形态会使用无敌的欧拉欧拉。值得一提的是，主角切换小孩、大人、大鬼是通过敲击传说中能实现愿望的万宝锤来达成的。熟悉日本神话和游戏王的朋友应该对这个锤子不陌生。话说这3个形态，观众朋友更喜欢哪一个呢？在击败大熊后，青吉目睹了整个战斗过程，被吓得不轻。他认为鬼娃是个可怕的怪物，为了保命，他选择偷偷逃走。然而他没逃多远，就被鬼娃从草里揪了出来。鬼娃告诉青吉不用怕，熊已经被他打趴了，并正式向青吉介绍自己。原来鬼娃名叫炎炎罗血鬼，是阎王800个孩子里的老幺。由于罗血把青吉的告白当真了，所以他认定青吉是他的夫君。而青吉作为一个普通人，接受不了老婆是鬼，岳父是阎魔，以后要在地狱生活的事，于是编造了一个自己已经有婚约的谎言。他以为这样就能让罗邪知难而退了，可谁知罗邪却让青吉带他去找婚约对象说明情况。于是呢，青吉只好支支吾吾的胡乱指了个他认为比较远的地方甲斐。然而罗邪却说这个地方很近，稍微跑一下就到了。说完，他便把青吉收进宝物忍耐袋中，向着甲斐出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罗邪带着青吉来到了甲斐。
刚从忍耐袋里出来的辛吉一路上被颠得七晕八素。罗邪问夫君辛吉为什么木板上会有他的画像，辛吉见这木牌上是罗邪的通缉令，便问罗邪到底犯了啥事。罗邪说是因为他用万宝锤把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坏老爷给打了一顿。辛吉听后心想，糟糕，如果被认为是同伙的话，肯定也会被抓起来坐牢的。于是便岔开话题说要先去婚约者家里打个招呼，让罗邪在这里先等等。为了稳住罗邪呢，他甚至还说出如果不好好听话是没办法成为合格妻子的话。罗邪为了做一个好妻子，选择乖乖在这等着。实际上呢，辛吉是想趁机开溜。刚走没多远，辛吉见路边有一女子，他搭讪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想出了一个既能赶走罗邪，又能和面前女子搭讪的办法。辛吉一番深情讲述，请求女子假扮成他的婚约者。女子听后表示，把我送回家，我就想办法帮你。辛吉见有戏，便开始想入非非起来。之后，辛吉把女子送回家，顺便也把罗邪带到了女子家。见到女子后罗邪感叹，人类真能和奇怪的东西缔结婚约。原来他一眼就看出这女子其实是妖怪山老。正说着，山老现出了原形，这下呢，可把辛吉吓得不轻。山老也看出罗邪是鬼，以为他是要和自己抢尸的，而罗邪则亮出武器，要打破这荒唐的婚约。下面是鬼娘篇的第2场 BOSS 战。在一顿欧拉欧拉过后，山老败下阵来。山老没想到竟会被一个小鬼虐得这么惨，罗邪兴奋地爆出自己是炎魔之子的身份。直到这时，山老才明白自己惨败的原因。接下来，山老把辛吉还给了罗邪。罗邪高兴地说：“现在婚姻解除，我们又能做夫妻了。”而辛吉当下的内心活动可以说是非常复杂，连忙说：“对，那真是太好了。”忽然，罗邪注意到辛吉手上的钓竿正是他寻找已久的宝物。辛吉不解，便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罗邪解释说，他来人间就是为了寻找七福神散落在人间的7件宝物，现在他已经找到了大黑天的万宝锤、布袋神的忍耐袋，还有这惠比寿的钓竿。原来之前是罗邪向七福神借了7件宝物，想要带去给雷神炫耀，结果在云上摔倒，7件宝物呢也因此落到了凡间。为此，罗邪的父亲炎魔大为生气，便派罗邪和地狱中的鬼族前往人间寻找宝物。联系到异回篇的剧情，我们便能知道地狱中鬼手严重不足的原因了。接下来，罗邪向山老讨要了惠比寿的鱼竿，这样一来就还剩4件宝物需要收齐了。在离开了这里后，辛吉发现罗邪受伤流血了，于是便帮他包扎了伤口。虽然是个小伤口，但这个举动却让罗邪非常感动。罗邪紧抱辛吉大腿说，等收集起宝物回到地狱后，他们就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而辛吉根本不想去地狱生活，于是又谎称把自己的灵魂晒在了松树上。罗邪在听到这番话后大惊，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早说，并问灵魂到底是在哪晒着。辛吉接着撒谎说，应该是在伊豆山巅的松树上，他想让罗邪去山上帮他取回灵魂，自己在山下等着他回来。罗邪点头同意了，不过还是要辛吉跟他一起去。说完就又把辛吉吸进了忍耐袋中，于是罗邪又向着伊豆地区进发了。在来到伊豆的山中后，罗邪去山上找灵魂了，而辛吉则抓住时机逃到了山中的娱乐场所中。此刻他正靠在花魁的腿上快活，辛吉难以置信，在深山中竟然会有高档会所，而且还有人气最高的花魁免费招待他。花魁的热情款待让辛吉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连忙让花魁也别冷落了其他客人。花魁称赞辛吉会顾及他的面子，于是便恭敬地退下了。辛吉感叹自己真是一个罪孽深重又迷人的坏男人。然而下一秒，辛吉就发现身边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丝，耳边仿佛还听到了罗邪让他快跑的声音。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但当他观察四周时，才发现自己深陷了一个巨大的蜘蛛巢穴中，在网上还挂着许多人形的茧，而罗邪也被困在蛛网上。罗邪见到辛吉，连忙道歉说自己在山上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灵魂。辛吉这才承认自己只是信口胡诌的。此时花魁出现了，他告诉辛吉这是为了引诱罗邪而设下的圈套，目的是为了弄到七福神的宝物。当辛吉发现自己被骗后，气势汹汹地准备动手。他爆出罗邪是阎罗之子的身份，希望能够吓退对方。谁知对方却说罗邪因为中了蜘蛛毒而奄奄一息，对他根本构成不了威胁。说完便现出了妖怪的真实形态洛心腹。还记得故事开篇时道士说的那句话吗？女人就是清洁的灾难之源。这样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见到妖怪，辛吉被吓得不轻，就连之前藏起来的桃子也掉了出来，这让洛心腹注意到这桃子就是七福神宝物之一的长生不老桃。辛吉没想到这竟然是宝物之一，他果断让罗邪张开嘴，把仙桃扔进了罗邪嘴里。罗邪在吃下仙桃后，清除了体内的毒素，也焕发了新活力。
下面呢就是罗邪与洛心腹的正面对决了。老样子，在一阵欧拉欧拉之后，洛心腹被罗邪击败了。之前的豪宅果然是妖怪的巢穴。庆吉见罗邪蹲地抱膝哭泣，问他是不是在刚刚的战斗中受伤了。罗邪说是因为自己吃掉了仙桃，现在7个宝物已经没办法集齐了，自己得不到父亲大人的原谅，要无家可归了。这时候庆吉却说，要是回不去地狱的话，那就留在人间，由我来养活你好了。听到这话，罗邪起身问，这是真的吗？庆吉说，如果放着不管罗邪的话，他一定会到处惹麻烦的。这下呢，可把罗邪给感动坏了。之后他们走出了深山，一路上庆吉哄好了罗邪，还遇到了之前那个算命的道士。庆吉意识到之前的桃子是道士留下的，这也就是说眼前的这位就是七福神之一的福禄寿。罗邪见到福禄寿，忙问，是来找我的吗？福禄寿笑着说，不只是他一位来找罗邪。说完便把其他几位福神都召唤了过来。话说这七福神有的大家可能看得比较眼熟，确实，因为日本七福神中有些是从咱们中国传入的，这7位中的本地神就只有惠比寿一位。他们这7位分属不同的教派，但都是掌管人间福德的。接下来福禄寿夸罗邪真的有在好好反省过错，既然这样，就一起回到研磨那把。罗邪说自己还有几个宝物没有找到，而且仙桃还被自己吃了。福禄寿安慰道，阎王虽然很生气，但其实他很疼爱罗邪，一直在担心罗邪，并且宝物的事情可以不用在意，仙桃还会再长出来的，其他宝物也会适时出现的。现在地狱里的鬼族严重不足，阎王一筹莫展，他劝罗邪还是快回去比较好。然后福禄寿又问庆吉，把罗邪带走没问题吧？庆吉说，如果父女能和好的话，就再好不过了。罗邪说自己去向父亲道歉过后就会回来的，请夫君一定要等着他。临走前，福禄寿劝庆吉认真的生活下去，这样的话自己也会得到福报的。说完，七福神便和罗邪一起消失了。庆吉说，既然神灵都这么说了，今后也要踏实的生活下去了。时间一转呢，不知过了多少年，现在庆吉已经成为了一间茶铺的伙计，他做的点心成为了远近驰名的美味，有不少食客会专程来店里品尝。茶铺老板也介绍了一桩不错的婚事给庆吉，对方是地藏堂点心铺老板的女儿。不过庆吉呢还是有些犹豫要不要结婚。虽然老板介绍的女子非常不错，但他还是不想被婚姻束缚。不过他也知道自己老大不小了，是时候考虑要结婚了。又过了些时日啊，来到庆吉娶妻的当天，就在高朋满座亲友祝福的现场，庆吉却突然站起身，向大家宣布这门亲事他觉得有些不行，因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约定终身的女子，他之前一直难以启齿，但这个关键时候他不说不行了。谁知道这时候新娘却高兴地说，夫君果然没有忘记我，我好高兴。其实这位新娘就是长大后的罗邪。庆吉不明白为什么罗邪成了地藏堂老板的女儿。原来当罗邪回到地狱后，向阎魔老爹提起了庆吉，阎魔便亲自来到人间考察这个小伙子。在看到庆吉认真踏实的工作后，阎王也原谅了罗邪，之后还在人间住了下来。这时候庆吉突然意识到，地藏堂的老板其实就是阎魔本尊。接着罗邪让庆吉赶紧落座，办完最后的仪式。在之后的日子里啊，庆吉偶尔也会犯想要拈花惹草的坏心眼，但每这个时候呢，妻子就会将其挥棒打倒。虽然这对夫妻经常拌嘴吵架，不过今后他们却一直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以上呢就是鬼娘篇的第1结局，同时也是4篇故事中最合家欢的一个。虽说故事中夹杂了大量的日本神话传说，但故事本身呢其实并不复杂。更为重要的是，鬼娘篇的剧情串联起了前3篇的故事。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鬼娘篇的第2结局。在击败了洛心腹后，视角一转来到一所庭院中，左边的这位呢就是冈部传五郎，右边的这位是清吉，不过他现在已经更名为唐木清兵卫了，这里我们还是称呼他清吉好了。清吉向传五郎讲述了之后的故事。在那一战后，罗邪因为桃子被吃掉而无法回到地狱，而哭着跑掉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在那之后的6年，清吉在三元家做了武士杂役。某一日，他跟随三元蝶光来到了深山的洞窟前，据附近的村民说，有个很大的红鬼躲在洞中。眼下城中的援军还在路上，三元蝶光强行让清吉这个杂役去洞中探查情况。没办法，由于是家主的命令，清吉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了洞中。谁知他在这里见到了大鬼形态下的罗邪，清吉以为罗邪是用万宝锤变大了，可罗邪却说他只是在这几年里吃太多了。清吉知道眼下并不是叙旧的时候，他告诉罗邪外面有一大群武士，其中更有驱鬼专家，他让罗邪赶紧逃离这里，因为洞穴只有一个出口，坐以待毙是会被干掉的。可罗邪却说自己回不去地狱，又变成了这副恶鬼模样，与其这样被其他人干掉，还不如被喜欢的夫君打倒。
亲戚听后让罗邪别说傻话，而这时候三元正准备带着武士冲进来，别无他法，亲戚只好咬牙把刀斩了下去。视角再回到亲戚的庭院中，亲戚接着对传五郎讲述，在那次讨鬼事件后，他因为有功劳而被封作了武士，也改名为了亲兵卫。传五郎问亲戚会因此后悔吗？亲戚说即便是后悔，现在也不能改变什么了。接着传五郎很感激亲戚把这个故事告诉他，并说自己梦中也曾出现过白蛇。在那以后，自己便喜欢到各地去搜集各种不可思议的传闻，将其编撰为怪奇谈。在下一幕场景中，传五郎眼见嫂子有身孕，于是便让他们别送了。在临走前，传五郎还说自己家有把从天而降的三叉戟，或许那也是鬼娘要找的宝物之一。在送别了客人之后，亲戚感叹总算是走了，而亲戚的妻子则等不及现出了原形。原来他就是罗邪。罗邪说刚刚的变形法术可把肚子里的孩子给憋坏了。亲戚担心传五郎转头又回来了，让罗邪赶紧变回来，如果被发现的话可是要切腹谢罪的。罗邪却笑着说要是真切腹了就去地狱生活好了。原来当时在洞里的时候，亲戚让罗邪藏到忍耐袋里，只露出个头来，然后砍伤自己，伪装成取下鬼手的血腥场面，这才让罗邪逃过了一劫。最后罗邪也问亲戚是否后悔当时的举动，亲戚很紧张地回答，我们是夫妻，不喜欢的话肯定不会娶回来当老婆的。听到这话，罗邪感动的一把将亲戚抱了起来，结果一不小心把亲戚勒到了变形。他们夫妻之间的互动还是非常有爱的。在许多年后，冈部传五郎在晚年间写下了《元禄怪奇谈》一书，其中有一篇内容就是记录了亲戚之鬼的故事。故事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亲戚将鬼手呈上后，到了晚上竟然燃烧了起来，并冲破屋顶飞了出去。另外，据说亲戚的5个孩子都长着脚，知道的人都对其感到很害怕。到这里，鬼娘篇的故事也都全部完结了。整体看来，鬼娘篇是4个 DLC 中气氛最轻松，也是结局最为圆满的。在打通了全部 DLC 的第2结局后，还会有一段文字剧情。话说罗邪收集了大黑天的万宝锤、布袋神的忍耐袋、惠比寿的钓竿以及被吃掉的桃子，另外还有冈部家的辟沙明天三叉戟、无名道人手中的谋财天琵琶、团三郎所持的寿老人葫芦灵药。7件宝物在各界人士的帮助下终于集齐了，因此呢，鬼众也终于回归了地狱，阎魔总算松了口气。话说这4则怪奇故事起源于仲夏夜消除灾祸的百物语活动，如今怪奇谈讲完，灾祸已除，七难既灭，七福既生，七福神也祝愿大家幸福美满。元禄怪奇谈呢也到此结束，这里呢我也是祝大家新年都有好运。那么好了，在视频最后呢，我本来是准备以时间顺序总结一下龙村正中故事的先后顺序，但奈何这期的文案实在有些超标了，所以这部分总结的内容我就以文字的形式放在评论区，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好了，那么龙村正系列视频到此完结，撒花。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千万别忘记3连和关注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个视频见。